大家好，欢迎来到秋月漫谈。我用真实、缓慢、清晰的中文聊语言、人生、文化、科技，关注那些你我都关心的事情。我是主播秋月。嘿，朋友们，大家最近怎么样呀？我最近心情都挺好的。前段时间和我工作的公司里的经理稍微聊了一下，作为一个年终的总结吧。然后呢，他就问到我，你整体这一年下来感觉如何？然后我稍微想了一下，发现其实2025年以及2026年直到现在1个多月的时间，我的状态其实都挺好的，可以说达到了内心的平静的这样一种状态吧。那什么是内心的平静呢？我的理解就是所谓情绪上的一种平静的状态。当然，这并不是在说我的心情是一成不变的，一直都处于非常稳定的状态，而是说我的心情的变化的浮动不是很大，而且它所围绕的中心的那一条线所处在的水平也相对来说比较高，或者说是处在一个比较积极的这样一个水平上。所以就算我日常生活里会有一些大大小小的起伏，但是整体变化的浮动不是很大。虽然有时候也会感到一些焦虑、一些压力，但是都在一个比较健康的范围内。这当然和我几年前的状态其实很不一样的。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我稍微总结了一下，也许有3个习惯帮我达到了这样一种内心的平静。那也许这3个习惯也能够帮助到你。当然，这只是3个习惯而已，并不是说能够从根本上来改变生活里的一些状态和事情吧。但是我觉得微小的改变能够逐渐发展成为改变整个生活的一些大事，并且正是因为这3个习惯都是一些比较微小的、容易实现的事情，反而是最好的开始改变自己生活的方法。那第1个习惯就是我会把所有生活里需要记下来的事情都实实在在的写在某个地方，或者是在我手机的应用上记下来，而不是说靠自己的大脑去记忆。这些事情可以是大事，也可以是小事。比如说，可能我下个周末需要去买某个打扫家里需要用到的东西，那我就在我的日历的软件里，在下周6的上午写下需要买这个东西。这个事情也可以是一件大事，比如说我想在今年参加日语的考试，那我需要在3月份的时候在网上报名，那我就在2月28号的时候在我的日历上记下需要在3月份报名日语考试这样一件事情。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当我们把各种各样的事情写下来，放在某个地方，并且这个地方是我经常会去回顾，会提醒我的这样一个地方的话，那我心里就不会
一直记挂着这件事情，我的注意力也能够更加容易的被集中在重要的事情上。就算是我可能在意识层面并没有说我需要积极的去记住我需要做某件事情，但是如果你没有把它放在某个地方写下来的话，那可能我们的潜意识层面还是在记着这件事情，而这会导致我们的注意力并不能够100%的被用在我们想把注意力集中在的地方。当我们的注意力还集中在上一秒产生的想法上面时，就无法集中注意力到当下正在发生的重要的事情上。但如果集中注意力到了另外一件事情上，有可能会忘了之前的想法。这样一种不断遗忘，然后又很担心自己会忘掉这件事情的这样一种非常有负担的状态，其实很容易被解决，那就是把这个想法，不管这个想法这个事情是多么的不重要，多么的细微，把它记录在某个地方。那我们就像放下了一个重担，能够一身轻松的去做下一件事情。尤其是我而言，我觉得自己的记性并不是很好，很容易忘记一些很重要的事情。而当我如果没有把自己想做的事情、想买的东西等等记在某个地方的话，我就觉得很烦躁，总觉得心里挂记着某个东西，无法集中自己的注意力。但是当我把这些信息都放到了某个地方之后呢，我会觉得好轻松呀。那我具体的操作方法就是我在手机上会有好几个应用，一个呢是日历的应用，一个是记录碎片想法的应用。那日历的好处就是当我需要在某个时间做某件事情的时候，我能够把这些事情立马就放到这个日历上，而不用担心会忘掉这个事情。那碎片想法的这样一个应用就在于，当我有任何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需要可能之后静下心来去钻研的一些想法的时候，那我就可以放在这个碎片想法的应用上。当然有时候可能我会处在一个不是很方便用手机的这样一个状态。比如说每天早上我洗澡的时候，会有很多很多的想法冒出来。这当然是因为洗澡对我而言是一个不需要思考的行为，那我只需要下意识的去做很多事情就好。那同时因为早上刚起来的时候大脑很活跃，所以在早上洗澡的时候我会有很多很多的想法。当然在洗澡的时候我是没办法用手机的，那这个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我有3个想法需要在洗澡之后立马记下来，或者说我会去回顾自己的思维的这样一个链条，来帮助自己去回顾自己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想法，以及产生了什么样的想法。所以非常推荐这样的做法，就是把自己产生的各种想法，需要记住的任何事情都写下来，记录下来，而不是靠自己的大脑去记忆。第二个习惯就是写日记。我把写日记称为大脑的清洗。每天当我写完日记之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大脑好像洗了一场澡一样，感觉非常的清爽，非常的轻松，能够真正开始一天的工作。我写日记甚至是有一些上瘾的这样一种感觉。如果有哪一天
发生了很多事情，然后我没有写日记的话，会感觉大脑里的各种想法像是有一场风暴一样，我没办法去静下来做一些需要专心的事情。但是当我写完日记之后，这个风暴就会平静下来，真的是一种非常神奇的感觉。这和我提到的第一个习惯其实有一些类似的原理在后面，那就是我们的大脑会不断的去回复一些我们感觉自己可能会忘记的事情，那这样我们的注意力就没办法被集中在一些重要的事情上。那第二个我觉得写日记很有用的一个原理，是因为我们的想法其实有时候是非常不清晰的，但是当我们把自己脑海里的想法真正的说出来或者是写下来的时候，这样的想法就会变得清晰，于是我们对自己的情绪的感知，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或者自己在意的事情的认知就会变得清晰很多。这也是为什么在网上你会看到很多人推荐大家去做内容输出，去写作，通过写作的方式帮助自己学习，那就是一样的道理。那和别人聊天也好，去写作一篇文章然后发表在网上也好，是门槛比较高的一种做法。那门槛低，然后又能够帮自己把自己的想法整理清楚的这样一种做法的话呢，那就是写日记。并且写日记并不仅仅是帮助我们理清楚自己的思绪，还能够帮我们发现自己一些未知的想法。因为我们大脑里的语言其实被称为心灵语言 mentalese， 它并不是我们日常所说的那种语言，它可能是一种画面、一种声音和语言和可能是气味等等这样的一种综合体。而且它并不是总是连续的，它可能是支离破碎的这样一种状态。于是当我们把这样一种混沌的心灵语言转化成清晰的文字的时候，很多我们并不意识到自己正在产生的一些想法就会逐渐的浮现出来。当然这样讲可能会比较抽象，我们也不需要真正的说需要了解为什么写日记对自己很有帮助。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你可以开始尝试写日记这样一个习惯，过一段时间之后，你可以自己去判断它是不是能够帮助你达到心灵的平静。那怎么开始呢？其实很简单，一开始可能你并不知道写什么，那你就写昨天发生了什么事情，今天我的状态是怎样的，今天的计划是什么。然后逐渐的你会发现自己有越来越多想写的东西，可能是心情呀，可能是昨天或者当天发生的一些事情导致的心情的变化，可能是心里随意的一个想法等等。那我的话，除了发生的事情和自己的心情之外呢，我还会有时候记录一些我在阅读过程当中得到的一些启发，或者说可能听的一段播客里发生的一些故事等等。总之就是大脑里各种各样的想法都可以写下来。那第三个非常重要的习惯，那就是拥有一个好的睡眠。这个习惯很难做到，尤其是在我们这样一个非常繁忙的现代生活里，有各种各样的刺激，然后有很多很多想做的事情，让我们
睡觉睡得很晚，或者说在晚上睡觉的时候睡得不是很好。但是睡眠的重要性是，我觉得很多人在说，我知道睡眠很重要，但是就是不去做的这样一种状态，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意识到睡眠的好处。我不是一个睡眠专家，也不是研究大脑认知科学、神经科学的专家，但是就我个人的体会而言，当我真正拥有充足且高质量的睡眠之后，我整个人的状态和以前变得非常不一样。我以前尤其是在中国的时候，因为工作的原因，每天我下班都下得很晚，然后还需要去吃饭，还需要做一些别的事情才去睡觉。所以每天我基本上睡觉的时间都是在12点之后，然后上午又需要在6点7点就起床去上班，所以我的睡眠时间是非常短的，可能也就6-7个小时吧，然后睡眠的质量也一般。但是从2年前开始，我每天大概在9点到10点之间就去床上躺着读一会儿书，然后呢就关灯睡觉，然后在上午6点半到7点之间吧起床，这样我就能够保证自己有8到9个小时，甚至是9个小时以上的睡眠时间，并且我在周末和周中的作息时间是一样的，所以我的睡眠质量相对也还 OK。 那这样的好处就是我白天感觉非常的清醒，然后心情也相对稳定，但如果有哪一天可能我睡眠的质量不是很好的话，第二天我的状态就会很明显的感觉不稳定，很容易生气。在日常生活层面上，我甚至感觉自己比以前变聪明了很多，这是因为在我去思考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的时候，我会感觉思维非常的敏捷，也很容易理解别人在说什么。这让我想起了之前在一个播客上听到的一个认知科学的博士说的话，那就是睡眠才是所谓的万能的药，它能够帮助我们改善自己情绪的状态，能够帮助我们真正的放松，能够提高我们的免疫力，能够改善我们的荷尔蒙水平，还能够帮助稳定我们的心情。总之，一个足够长的且高质量的睡眠习惯能够解决我们生活里的大部分问题，尤其是情绪问题。那具体怎么去衡量自己是否有一个好的睡眠呢？这个科学家也提出了4个要求，4个标准。第一就是睡眠的量，成人的话一般需要7到9个小时的睡眠来保证自己有充足的深度睡眠的时间和浅睡眠的时间。那第2个要求或者说标准就是睡眠的质量，那在某一个晚上可能偶尔醒过来1-2次是正常的一个状态，但是如果非常频繁的醒过来，就不是一个好的睡眠质量。那第3个标准就是规律性，也就是说每天包括在周末尽量固定上床与起床的时间，这样的话能够帮助自己稳定自己的节奏和入睡的速度。那第4个标准就是时间匹配，也就是说自己睡眠的时间尽量符合自己的生物钟类型，因为的确有的人他是在早上的状态比较好，那有的人可能是在晚上的状态比较好，所以你可以根据自己的
这样一种倾向去调整自己的睡眠时间，但是睡眠的长度以及睡眠的质量是需要受到保证的。那具体帮助自己入睡，帮助自己有高质量睡眠的这样一些习惯，在网上你可以找到，我就不在这里多说了。我也会在这期播客的 show notes 里边附上这个认知科学专家、神经科学专家的文章，然后你可以去看一看。那以上就是我这期想聊的关于如何帮助自己获得内心平静的3个习惯。我自己是受到了这些习惯的帮助，那我也希望他们能够帮助到你。你有类似的一些帮助自己获得内心平静的习惯吗？欢迎发邮件告诉我，或者在评论区留言。那这期的播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秋月漫谈是一个面向中文中高级学习者的中文播客，我用清晰而缓慢的中文聊你真正关心的话题。除了免费的播客 newsletter 以及带有中英字幕的视频之外，我还提供针对严肃中文学习者的付费内容，包括修订后的中英文文本，播客里较难的5个单词和例句，以及与播客内容相关的5个问题，都附带我的录音。每个月还会有一次播客话题的投票，感兴趣的话，欢迎查看我的 Patreon 内容。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